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深夜值班的护士小美，本以为只是一次平静的夜班，却因空病房传出的呼叫铃声而陷入恐怖深渊。诡异的脚步声，湿漉漉的手印，暗藏不为人知的历史，让她一步步逼近真相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某天深夜，凌晨2点，医院的走廊一片死寂，只有墙角的老式时钟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。值班护士小美坐在护士站里，昏黄的灯光让她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桌上摆着她刚刚整理好的病历，笔尖在纸上划出最后一笔时，她下意识地打了个哈欠。今天的值班异常安静，病房里没有人按铃，也没有患者需要特别照料，除了偶尔听到呼吸机的低鸣和电梯间传来的轻微机械声，一切都静得出奇。叮一声尖锐的铃声打破了沉寂，小美吓了一跳，手中的笔掉落在地。她盯着护士站的呼叫屏幕，屏幕上显示着闪烁的红字：302病房302。小美微微皱眉，她清楚地记得这间病房最近没有安排病人入住，甚至床铺都被撤空了。难道是设备故障？她拿起对讲机，试探性地说道：302病房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对讲机另一端静得可怕，没有任何回应。小美心里一阵不安，但很快说服自己可能是系统误报。她站起身，顺手拿起挂在椅背上的白大褂，走向走廊。夜晚的医院总有一种让人心头发紧的气氛，尤其是像现在这样安静的时候。她穿过漆黑的走廊，灯光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阴影。当她靠近302病房时，空气似乎变得比平时更加冰冷。推开门，病房里一片昏暗，果然没有人。他打开灯，四处环顾，房间里空荡荡的，甚至连床架都被移走了。呼叫铃的按钮却被按了下去，红色的灯还在亮着。小美将按钮复位，暗自松了一口气，一定是线路出了问题。她关掉灯，转身准备离开。叮同样的铃声再度响起，小美猛地回头，302的呼叫铃又亮了。这一次，她感觉到寒意直冲后背，她僵在原地，耳边传来轻微的滴滴滴声，像是点滴的滴落声。可是，这间房根本没有任何设备。谁在那里？她颤声问道，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荡。没有回应。小美觉得呼吸变得急促，她退了一步，几乎是逃回了护士站，回到熟悉的灯光下。他的心跳才稍微平复了一些。叮，这次是305病房。小美的瞳孔猛地收缩，305病房也是空的。她打开监控，调出走廊的画面。画面中302的门口空无一物，但奇怪的是，监控画面里走廊的灯光似乎有些不对劲，隐隐闪烁着。她盯着屏幕看了很久，忽然一个模糊的黑影一闪而过，小美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这不可能，她低声自语。她决定再去看看。这次她拿起了护士站备用的小手电筒，滴答滴答滴答。当她再次靠近305病房时，耳边传来了清晰的滴水声。推开门，房间里依然空无一物，地板上却湿了一片，像是有水洒了下来。小美用手电筒扫过房间的每个角落，忽然光柱停在了窗户前，窗户上有一双湿漉漉的手印。谁？小美猛地大喊。刹那间，灯光突然熄灭，她的眼前一片漆黑，只有手电筒的光还在微弱的摇晃。她听到身后有脚步声，轻轻的，缓慢的，正一步步朝她靠近。她屏住呼吸，不敢动弹。护士小姐，一个沙哑的声音在她耳边低语。她尖叫着转身，手电筒的光柱扫过，却什么都没有。那声音却像是从她身体内部传来的，让人无处可逃。忽然，灯光恢复了，她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，胸口剧烈起伏，手电筒掉在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声音。小美，怎么了？另一个护士跑过来，满脸担忧。小美结结巴巴地说：302、305，呼叫铃，302和305。同事愣了一下，然后拍了拍她的肩膀。小美，别吓我，这2间病房早就封锁了，电路都断了，不可能亮铃。
小美瞪大了眼睛，屏幕上却显示所有病房的状态一片空白，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幻觉。然而，在她低头的瞬间，她的手臂上多了一道湿漉漉的痕迹，仿佛有人刚刚抓住过她。小美的情绪久久不能平复，她开始对自己的精神状态产生怀疑。几天后，医院的夜班组里开始流传起一个消息，值班的护士们在监控录像中发现了一些诡异的现象。302和305病房的门在夜里会自己开合，偶尔还能看到房间里有模糊的影子晃动。医院上层对此保持沉默，但有传闻说，这栋楼的建造历史充满了诡异的事件。在医院的档案中，有一则不为人知的旧闻。多年前，这里曾经是一间小诊所，因医疗事故频发，被迫关闭，而302病房曾是事故最多发的地方。小美开始查阅相关资料，发现了一张泛黄的照片，照片上是一群医护人员站在一排病床前。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站在最后排的一个护士面目模糊不清，仿佛被故意涂抹掉。小美深挖后得知，这栋医院楼所在的区域在几十年前曾是日据时期的临时医疗点，当时这里曾是战场的后方医疗站，收治过大量重伤士兵，但由于医疗条件简陋，许多人在这里丧命。战后，这个地方被改建成了一家小型私人诊所。最初，这里生意兴隆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越来越多的病人在治疗后离奇死亡。有些患者家属声称，他们的亲人在病房中见过一个穿着旧式护士服的女人，面容模糊，常常站在窗边低声啜泣。最终，这家诊所因管理不善和医疗事故频发而被迫关闭。但关闭当天，诊所的一名护士却离奇失踪，甚至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后来，这里改建为医院时，施工队频繁报告设备故障，工人们也时常听到莫名的脚步声和低语。尤其是在现在的302和305病房一带，工人们曾发现地基挖掘时掘出了一些破旧的医疗器材，甚至还有疑似人体骨骸。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，302病房所在的位置正是当年日据医疗点的停尸房，而305病房曾是诊所的手术室。传闻中许多病人在手术台上没有醒来，这些传闻在医院内部被严格封锁，但总有一些夜班的护士和清洁工提到，他们在夜深人静时听到过像是点滴液体滴落的声音，或是看到过房间内有微弱的灯光一闪而逝。